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本期节目呢，咱们继续来讲马前课。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这本经世寓言书的前4课内容，其中涵盖了诸葛亮对于从三国时期直到唐朝覆灭这段时间的八卦推演和预言。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接着来看这本书下面的内容。第5课，50年中其数有8，小人道长，生灵荼毒。这一课是预言了唐朝覆灭后的5代时期的乱局。公元907年时，唐朝近乎所有的宗亲宦官、当朝士大夫都被李克用和朱温谋害，唐哀帝自此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天佑4年时，唐哀帝被迫下诏禅位于朱温，唐朝也正式宣告灭亡。随后呢，朱温改国号为梁，5代的历史也就此展开了。从朱温907年篡唐到赵匡胤960年建立大宋，经过了50年左右的时间，正好符合了诸葛亮这一课中所说的50年。在这50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5个短命王朝，所以才被后人称为5代。而整个5代时期，一共有8个姓氏的人当过皇帝，恰好应了其数有8这句预言。而这些皇帝呢，也几乎全部都是昏君，所以国运也都不差。特别是其中一位叫石敬瑭的皇帝，当初石敬瑭为了能称帝，便向契丹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国，割让了燕云16州的土地作为报酬，还称当时的契丹皇帝为父，自称为儿。这件事被传出来后，石敬瑭便被世人笑称为儿皇帝。这也正应了预言中的小人道长这句话。整个5代时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兵连祸结。那么最后一句生灵荼毒更是无需过多的解释了。接下来第6课，为天生水，顺天应人，缸中柔外，土乃生金。这一课的内容呢，没有那么的直接了，需要稍加分析后才能理解。首先，为天生水，顺天应人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首先要搞明白水在这里的意思。人们常说水从天上来，是上天给予人类的馈赠。那么为天生水，也就是说天直接产生了水，而水自古以来呢，都被认为是宽容仁厚的代表。水性至柔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那么纵观历史的朝代更迭，我认为呢，这则预言说的其实应该是宋朝。首先按照马前课的预言规律，5代之后应该要轮到宋朝。其次呢，在姜太公的预言中，关于宋朝的内容也有说到水龙之说。龙当然指的是天子了，水龙就是说大宋的天子属水。除此之外，宋朝也确实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大行仁政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大宋后，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根绝了兵变的隐患。而后自大宋创立以来，朝廷对平民百姓也能实行仁政，以宽厚温和的政策以安天下，天下太平呢也得以实现了。因为是天生了水，而大宋行仁政也正好符合了水的性质，这也就体现了顺天应人的道理。那么后半句话缸中柔外，土乃生金，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如果说水代指的是宋朝，那么金指的就应该是宋朝的死敌金国了。到了北宋末年时，皇帝昏庸，不理朝政，对平民的赋税日益加重，早已不复宋朝初年时的太平盛世景象。而宋徽宗时则大兴花石纲、生辰纲等进贡政策，弄得民不聊生。水浒传中呢也有讲到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一事，替天行道。在军事上，公元1004年，辽国南征，宋朝当时自知军事实力不敌辽国，便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每年要向辽国进贡10万两白银，24万匹绸缎。而后1038年时，党项人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并频繁与宋朝军队爆发战争。虽然宋和西夏两国
国各方面都差异悬殊，然而宋朝与这个刚建国的西夏却也几乎是每战必败，只好每年向西夏缴纳大量的赋税来避免战争。这使劲坑自己的国民便宜敌国的状态，正应了这句刚中柔外。第7课，一元复始，以刚处中，五五相传，尔西我东。一元复始很显然指的就是元朝的建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来过。以刚处中说的是元朝所实行的严格统治政策。当时呢，统治国家的蒙古人对汉人可以说是十分的严厉，他们把汉人分成3等和4等的国民，意在彰显无论如何蒙古人都要位列汉人之上。元朝时，朝廷禁止汉人打猎和学习武术，禁止他们持有兵器和一切的集会，甚至有段时间还禁止汉人在夜间走路。五五相传是指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到元顺帝托欢帖木儿为止，一共有10位皇帝，五五相加正好等于10。而尔西我东则说的是在元朝濒临灭绝时候的景象。当时鼎鼎大名的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蒙古帝国，并分成各个汗国，分开管辖。而元朝灭亡后，各个汗国也都分崩离析，不久便各自消亡了。第8课，日月丽天，其色若赤，绵绵延延，凡16夜。日月丽天这里预言的也就是明朝，因为日月合起来就是一个明字，而其色若赤中的赤很明显指的就是红色，而红色又可被称为朱，那么这里应该说的就是明朝帝王的姓氏是朱了。绵绵延延，凡16夜，意思就是说明朝将有16位皇帝。而正好，明朝事实上从太祖朱元璋到思宗朱由检，总共就历经了16位皇帝的统治。虽然呢，在明朝末期，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后，皇室与大臣逃往了南方，而后又一连串立了3个皇帝，超过了16个。但当时呢，下一个正统王朝清朝已经建立了，所以后面的这3个皇帝其实并不能被算在内。所以大明王朝其实就是16位皇帝，正好就应了绵绵延延，凡16夜这句话。第9课，水月有主，古月为君，时代绝统，相敬若宾。这一课呢，就是在预言清朝的事了。水月有主这句和之前一样，就是个拼字结构，拼起来正好是个清字，指的就是清朝。而古月为君中的古月合起来就是一个胡字，胡是当时古人对少数民族的统称。也就是说呢，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早早地预测到了清朝将会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王朝，而事实上清朝也确实是由北方的满族所建立的。实传绝统这里也很简单明了了，首先实传是在说清朝总共会有10代皇帝，而自从清朝入关，也确实一共产生了10位皇帝，分别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而绝统则是指清朝会绝于宣统帝。而之后的相敬若宾呢，则是在讲清朝灭亡之后的情景。公元1912年2月13日，宣统帝正式地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则在历史上首次公开宣布要优待前清朝的王室成员，并且允许已经退位的宣统帝依然住在皇宫中。除此之外呢，民国政府也同时宣布了五族共和，各民族间没有任何阶级地位的歧视，一家亲。这和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覆灭之后的景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了。这也就是诸葛亮预言中的相敬若宾了。讲到这里，马前课的第2部分就结束了，是不是感觉浑身起了不少鸡皮疙瘩，难以置信呢？咱们下周呢还会有最后一期关于马前课的节目，到时候大家会听到很多诸葛亮对于未来尚未发生之事的预言，
喜欢这个主题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获得最新视频更新时的推送提醒哦。如果你对本期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者看法，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